撒谎。没有撒谎。上次问你的时候，你几乎把夏冰清形容成一个荡妇，这次你又说她很专情，到底哪次是真的？如果上次是真的，那么现在你就在撒谎；如果今天是真的，那么你们第一次发生关系的时候是他主动的吗？看着我。有戏了。徐山川，我们都是做父母的。你有个女儿对吧？我也有一个，10岁。老夏也有一个。我们把他们一天天养大，就像养花儿。我们把种子埋到土里，看着它破土发芽儿。我们给它浇水，来回来去的挪地方。太阴了，怕烂根；太晒了，怕干死。我们一天天的看着它长大，终于有一天，它开花了，开得那么漂亮，那么饱满，结果一下子就没了。你想没想过，如果没有当初的那件事情，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一切。夏冰清就不会在那天出现在案发现场，这就是蝴蝶效应。你觉得他的死和你无关，可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才是始作俑者。一个爱你的人因你而死，你现在却不愿意承担曾经对他的伤害，他现在死无对证，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愧疚吗？你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夏冰清是你的女儿，你怎么接受这件事情？你知道夏冰清的父母现在是什么状态吗？今年他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，我们去扫墓，冰清就一直哭。他说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，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说你必须离开他，重新找一个。我的女儿可不能给别人当小三儿。没想到一下子就像点了他的火药桶。他说他这么做都是为了给我还债，还说我无能。我不知道他会遇害呀。我要是知道，我宁可杀我自己，我也不会打他呀。现在想起来，我都想把我这只手给断了。我追到他的时候，孩子就站在瀑布前面，柿子虚得像纸一样。冰清，不能干傻事儿啊！妈妈知道你心里难受。对不起，爸爸不应该对你动手。妈妈替爸爸给你赔不是，好不好？别干傻事儿啊！妈，我经常觉得，如果没有我，这个世界可能会更好。这个世界它会不会更好，妈不管，但是妈不能没有你啊！妈妈就你一个孩子，妈要是没你了，妈也活不了了，妈真的活不了了！我求你别干傻事儿，请妈妈给你跪下了，妈妈求你别干傻事儿，妈求求你！妈，不哭了啊！答应妈妈好不好？我没想到，我死就陪他们。我真是没想到，那次的拥抱，胸
你能哭，说明你不是一个铁齿心肠的人。你知道他父母看到他尸体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吗？别说了。薛婵川，你爱夏冰清吗？爱。你们第一次发生关系，是他主动的吗？是我强迫的。没想到你比我来的还早。今天不用加班啊？我想找个人庆祝庆祝，想了一圈，最想找的人还是你。抓到凶手了？没有。那庆祝什么呀？虽然还没抓到凶手，但是抓到了一个强奸嫌疑人，也算阶段性成果吧。祝贺。凶手也许就是强奸嫌疑人，我迟早会找到证据的。那你就专心的找证据，我相信你。对我来讲，他承认强奸比承认杀人还重要。如果不是强奸，夏冰清就是迫害别人的第三者。所以从办案的开始，我就特别在意有没有强奸行为。这下终于坐实了，夏冰清是双重受害者。这么大的心理问题都解决了，咱们两个没理由不好好过个二人世界吧？别闹，你的案子还没破。你先抓了凶手，再说我这事儿行吗？你看着办。主动交代、坦白，还是被我查清楚，是两回事儿。你说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啊？我要不这么着，我找那2天跟我打牌的人出个证明，签字儿、按手印那种行吗？你觉得我会信吗？这话不像你这种智商说出来的话呀，穆教授。就那几个人，一顿饭就能搞定。用你们的行话说啊，我取证叫严肃文学，你取证通俗文学。反正你现在咬文嚼字的功力啊，肯定是凌驾在我之上了啊。越了解嫌疑人，就越接近真相。看你老是干什么？你厉害，那你说怎么才能信我？看着我。你说没说真话，我能看得出来。123木头人，一不许说，二不许动。你怎么这么讨厌啊？你知道我讨厌你还约我，真是。也奇怪，取得了这一点成绩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是跟同事们庆祝？为什么选择跟你？
因为我爱你。那是你的事儿，说不过你。可能你是离我最近的人。错，我觉得啊，是因为在你的潜意识里，你相信我。你臭美了你。我臭美了。我有感情洁癖，这事儿没弄清楚，我身体会本能的拒绝。不好意思啊，要是扫了你的兴，我跟你道歉。我们两个呀，已经好久没有好好拥抱过了。我也是没办法，有时候身体不听脑子使唤。我最近写的文字呢，都是言不及义，就是生拉硬凑的，凑字数，找概念，想法平庸，才华就像是从我脑子里边越狱了一样。我每敲一个字儿，我就反感一个字儿，好像反感是我写作的全部意义。我其实没闲着，但是我的课题没丝毫进展。你说的这些跟拥抱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了。心理学家可说了，拥抱呢是有21种功效的，它可以减轻压力，抵御心脏疾病，缓解抑郁症状，抗衰老。这个好。快治治我！我觉得我最近老得特别快。你的拥抱有第22种功效，挽救我的财路。为什么你能10几年只喝1种茶，却不能只爱一个人？我只爱你。我真的有这个冲动吗？是不是在模仿《红与黑》里的于连？于连想抓的是别人老婆的手，我刚刚想吻的是自己的老婆。我是真有这个欲望，我仅仅是想讨好的。你还爱我吗？当然了。怎么个爱法？像贾宝玉爱林黛玉，你要吃药的话，给你尝一尝苦度。我这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，我第一时间都想起你。你要是生气了，我就求爷爷告奶奶的哄你。贾宝玉的爱你也信？他不是睡了袭人和几个丫鬟吗？换一种，
像《欢乐之妻爱情》里边的阿里萨·埃菲尔米娜那样行吗？阿里萨是变态，你能举点靠谱的例子吗？靠谱的，像你爸你妈那样吧，快70岁了，还挽着手去菜场买菜。看不见，你看不出来啊？一直都互相嫌弃，背地里不知道吵过多少次架。我爸现在还能牵着我妈的手，是因为他老了，他把我妈当拐杖。想想呢，我觉得还真是挺奇怪的。你说世界上这么多文学大师啊，我就没看谁写过一对夫妻爱到白发苍苍的。那不是些甜蜜的初恋，就是些错过的暗恋，再就是半路杀出来的别恋。是不是在他们眼里边，爱情本身就不能长久？屁！这些作家都瞎演了，没人发现这一空白。记得人鬼情未了吗？我像里面的塞曼·莫林那样爱你，好不好？你做得到？我想做到，也能做到，但得看你给不给我机会。干嘛要看我？因为只有你能决定我们两个能不能白头到老。睡吧。睡了。他永远在重复爱我，但怎么知道他还爱不爱我？真的是我多疑吗？我跟他认识了15年，生活了11年，熟悉他的程度绝不亚于熟悉自己的手指。为什么感觉越来越陌生？是我的敏感度下降，或是他隐匿的越来越深？可当初，他对我的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。就因为这事骂你啊？还得赔队里一把雨伞。有功力没功力啊？是，打人是你不对，但是嫌疑人用语言侮辱警务人员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别生气了呀。但是我最近吧，确实办案办得有点烦，那人也是倒霉撞枪口上。今天这事儿真的是我不对，刑警就不能情绪化，我还是太嫩。我没觉得你不对，面对嫌疑人，警察要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话，破什么案？你给王丽打电话，我跟他讲理去。你别笑，打去。我怎么从来没见你翻这么大火啊？哎，我老婆被犯罪嫌疑人调戏，领导还要骂她，我受不了，我觉得冤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好了，我这都不生气了，你还来上劲了啊？而且我们确实有规定，这嫌疑人抓回来之后，绝对不能动用任何武力。但我对你可以啊。嫌疑人不能调戏你，行了，领导也不能骂你。哎呀，行了，怎么越说越来劲了？哎，我知道你理解我，知道你疼我。来笑一个。亲一下。你还把地擦了。先把衣服脱了。大夫怎么那么好啊？刚知道啊。谁啊？我你怎么来了？漫漫长夜我来陪你。这值班呢。我知道，你不用管我，我这么静静陪着你就好。你要备课，还要写论文，多浪费时间啊！没有你，我一个人待着，哪才叫浪费时间呢？就一个呀。满够。
好的吧？哎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好。你以后能不能就在这屋抽烟？卧室啊、客厅啊，你就别抽了。哎，我其实特喜欢闻你的烟丝味儿啊，就是怕会影响到孩子。那个他呢，可以。我们娘儿俩对你做出的牺牲表示感谢。哎，大牌子，手工刀这是。是吧？好漂亮。可惜我戒了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说你不抽烟写不出东西吗？写不出东西能比老婆孩子的身体健康更重要吗？很自愿，很自愿，一点儿都不勉强。一点都不勉强。看着我，我可能看出来你撒没撒谎。1、2、3木头人，一不许说话，2不许动。小木同志啊，是个诚实的男孩。小邵，凭你的观察，你觉得穆达夫爱不爱我？啊？问这干啥？我想用我的婚姻关系揣测一下徐山庄跟沈小莹的婚姻关系。这完全两回事儿，不能比啊。我就想听听你的想法。你说你连杀人犯你都看得透透的，你还看不透他爱不爱你啊？我是远视，这近月看不清。我觉得吧，哎，能说说理由吗？直觉。呸，这是我的词儿。你看，你天天穿的整整齐齐，面似红人，精神饱满的，怎么看也不像没人爱啊。那如果有人爱的话，爱情来自哪里？不就是姐夫吗？不可否认，连我也喜欢听好听的话。王局，我吃饭呢。好。怎么了？徐山川翻供了。什么理由？他说当时被你把思路带跑了，脑子迷糊，说错话了。我绝对承认，你对徐山川的审讯非常精彩，都可以当教材了。那怎么还让他翻了？你说呢？你跟我嚷嚷什么？没有证据，人家想翻就翻，这是人家的权利。你冒险审讯他的时候，就应该有这个思想准备。他自己的供述跟我们掌握的全都一致，我认为绝对不是他说错了。你认为，我也认为。要是认为就能定案，还要证据干什么？连你也不听我呀？我挺你，谁挺我呀？宣布一下啊，大坑案暂时由凌芳负责，你压力太大，先休息一阵。这不是您的意思吧？咱俩都执行命令就行了。这么晚了不睡觉坐这想什么呀你？我说了，你能帮我解决吗？啊，那你就说着了，我看看能不能帮你解决。你那儿嫌犯不翻供吗？能。你能不释放嫌犯吗？不能。
你能让我重新负责这个案件吗？也不能。什么不能还？那这么说来的话，是挺无能的。更无能，那鱼都抓到手上了，跑了。就像马拉松跑了一半，赛事突然宣布取消了，你说丧不丧？是有点丧气。哎呀，不完全，你就趁这段时间好好休息啊。案子没破，我哪有什么心情休息啊？你说夏冰清这个傻丫头，好歹留点证据啊，哪怕是一段录音、一条内裤，都有可能定那人的罪。是不是你说的？录音是辅证，不能作为直接证据。理论上是的，但是有了辅证，至少徐山川没那么容易翻供。你坐着能熬出辅证吗？身体不都熬坏了吗？睡觉了怎么了？真香啊！爸爸给你洗的头啊？对呀。来看看手手。这是爸爸昨天帮我剪的指甲。看看耳朵。爸爸也帮我掏过了。那你听没听爸爸的话呀？听呀，爸爸说我最乖了。那你爱不爱爸爸？爱呀。爱不爱妈妈？爱。妈妈问你啊，爸爸爱不爱妈妈呀？爱。你怎么知道呀？爸爸每天都会给你留饭，而且挑的都是最好吃的，留的可多了。你在的时候呢，他就吃一大碗；你不在的时候呢，他就吃那么咩咩的一小口。咩咩的一小口。堂堂一个大教授，怎么还穿着有洞的内裤啊？嗨，除了你又没别人看见。再说了，我敢穿这种内裤，证明我还会手洗。我网上给你买那些内裤，你没收到吗？收到了。收到怎么不穿呀？弄得像我虐待你似的。内裤呢？锁到办公室的抽屉里了。干嘛锁起来啊？怕谁知道啊？怕谁知道？是因为我收到的时候看是匿名的，我就怕是那种说先把东西给你发过来，你确认收货之后就跟你要钱的。我连你的包装都没拆。是吗？吃饭吃饭。陆大夫。哎。其实我特想知道，你收到内裤的时候，首先想到是谁给你寄的？你呀，还能谁呀？又说谎。你要是觉得是我的话，你就应该问我呀，哪怕试探性的问一下。可你一声都没吭，就像心里藏着什么巨大的秘密，生怕我知道。这不越说越离谱嘛？也就是说，你给我买内裤不是为了关心我，你在试探我呀？我到底是想关心他还是考验他？我在网上帮他买内裤时想到的是尽妻子的责任，但没有想到潜意识里竟然是想考验他。否则我为什么要秘密购买？为什么不留家里的地址？为什么不先跟他打声招呼？我承认，我是没想过你能给我买内裤，但这说明不了什么呀。说明有可能有别人给你买内裤。不。说明在我心里呢，我觉得你压根儿就不会给我买内裤，你也确实从来没有买过。不是我不买，是你不敢穿。当有一天我给你买的内裤你都不敢穿的时候，只能说明你心里有鬼。我有什么不敢穿的呀？如果你告诉我是你买的，我就穿呗。我不穿是因为2点：一，我怕网络诈骗；2，我怕有人搞恶作剧。行了，这是我的一个考验，恭喜你，没过关。考验。过关，这是正常人过的日子吗？可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诚实啊？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还爱我呀？你别总问我爱不爱你，如果有空你也好好想一想，你是不是还爱我？
我觉得我对你的爱可以分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口香糖期。顾名思义，那个时间我们的感情就像口香糖，又甜又黏。穆达夫，快过来！啊，快点儿！来了。快来陪我玩。什么呀？你不是答应陪我玩了吗？有事儿没忙完2呢。2一把。对哦，这不很简单吗？这。我赢了！你怎么这么笨啊？接下来。嘿嘿嘿嘿。这事儿。赢了耶！你还玩吗？5局3胜。好，难度有点高啊。可以，好厉害呀！漂亮，漂亮。9局5胜，9局5胜。你好像我的警犬呀！穆达夫。太没成就感，不玩了，我都困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再来一局，最后一局，好吧？49局25胜，行不行？最后一局。最后一局，那得赌点啥？赌。谁输的话，睡觉不许盖被子。没问题啊，来吧，来吧！真的是，我不信了。骄兵必败呀！小人得志呀！你说个软话，我就把被子给你盖上。愿赌服输，晚安。哎，我盖被子，你盖我。怀念吗？你不怀念吗？这个时期可能是3年左右，也可能没到3年。我们的感情就进入了第2个阶段，鸡尾酒期。时间是从我怀孕到焕宇5岁。我承认怀孕之后我的心思没有都在你身上，可我仍然觉得我对你的爱一点都没减少，我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，通过爱焕宇来爱你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爱情少了一半，不管这一半是给了焕宇还是给了什么，我必须得承认，爱情就是少了一半。不是有人请你吃饭吗？吃完了。这么快啊？我就想早点回来看看焕宇。男神酒气，别把他熏醒，我刚拿到补水针。戒了。洗手去。你给我爸写的评论发表了。啊，还挺快的。你实话实说，你觉得我爸的书写的怎么样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沉默也是一种态度。你变了。谈恋爱的时候，你说我爸的作品可以跟卡波特的冷血媲美；结婚后，你说他写的东西都是垃圾。现在好了，你连意见都不愿意发表了。你爸那次文章写的确实挺垃圾，根本就不是他的水人。废话，天天忙着跟我妈吵架，能写的不垃圾？你看你也觉得垃圾，而且那次我说完，你3天没理我。他是我爸，他的缺点只能我说，你不能说。你什么时候见过我说过你爸呀？我也一样，
你只是想听我说你爸的优点，人没那么多优点。我以前喝酒，借着酒劲儿可以说点让人高兴的话。现在我戒酒了呀，冷静客观，好听话自然就少。好话不说了，你那些怪话怎么也不说了？我怎么说？我说地球被污染了，你说你有本事移民到别的星球啊？我说我们领导不懂业务，你说你有本事你当啊？那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对，都对。你就是变了，你就是不承认。我承认，那也是被你改变的。我情愿为你改变。我告诉你啊，别一回家就往书房钻，洗澡睡觉，快点。嗯，来了。你就是变了。欢愉5岁生日快乐！这个时期，我们的感情就像鸡尾酒，所有的父爱、母爱、亲情、爱情全都搅和在一起摇晃，分也分不清楚。所以很快，我们的感情就到了第3个阶段，飞行模式期。时间是从焕宇6岁到现在。从哪儿偷的这些理论啊？我自己总结的。这个时期，我好像把爱情给忘了，就像手机调到了飞行模式，明明没有关机，却没有信号。嗯，你确实是把爱情给忘了。你现在给我买衣服像以前那样精挑细选吗？啊？我出差，你问过车次和班次吗？我到了之后，我给你发一个安全到达，你回复过我吗？以前9点钟不回来，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打。现在我凌晨不回来，你给我打过电话没有？光说爱情需要经营，经营什么呀？经营不善，是你消极怠工，跟我没关系。不得不承认，爱情在我生命中的位置越来越低，低到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。好像一出现问题，我马上就想抛掉，所以我接受不了你一丁点背叛，哪怕一个苗头，我都会。会什么呀？你会什么？把我也抛掉吗？那离吧，反正你把什么事儿都当案情一样去对待，你也确实不需要爱情了，那也就不需要我了。这是你真心想说？你不就是想逼我说这话吗？